大家好，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新。几年前，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眼中，台资企业无异于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家，仿佛一群吸食百姓血汗的吸血鬼，每一家都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。然而，当一波又一波台资企业撤离中国，转战东南亚后，那些曾经拍手叫好的人们却开始感到后悔。今天，一位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向本频道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，揭示了这一转变背后的故事。我叫张亮，7年前带着一纸大学文凭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出校门。那是2018年的夏天，我刚从一所普通本科毕业，主修市场营销，满脑子想着找一份稳定工作，攒点钱，让爸妈过得轻松些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应聘上了一家台湾美妆公司在大陆的分公司做销售代表。那时候我对这份工作的期望很简单，工资够用，生活平稳就好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份工作会成为我人生的一场漫长试炼，更让我从盲目的爱国热情走向对现实的清醒认识。回望这7年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真相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看清。刚进那家台湾美妆公司时，我觉得自己挺幸运。起初月薪8000元不算高，但对我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公司氛围轻松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几乎不用加班。每个月扣掉房租、生活费，我还能存下2-3千块钱。周末偶尔还能请朋友吃顿饭，或者给爸妈寄点钱回去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离稳定生活的目标不远了。工作内容主要是跑市场推销公司的化妆品，虽然每天要拜访客户，讲解产品特性，有时也会遇到冷脸，但我觉得这都是成长的代价。况且公司给的提成还算公平，业绩好时收入还能再涨一点。日子过得虽然平淡，但也踏实。可慢慢的，我心里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起来。那时，中国媒体上关于台资企业的报道铺天盖地，新闻里总说这些外资企业是血汗工厂，靠压榨中国廉价劳动力赚钱，赚完就跑，完全不顾大陆工人的死活。我还记得有一篇报道，痛斥台资企业如何剥削工人，赚的黑心钱都流回了台湾。我看了之后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自己每天辛辛苦苦跑业务，难道就是在给资本家卖命？我开始觉得这份工作虽然稳定，但背后似乎藏着某种不公平。受这些宣传影响，我在网上变得活跃起来。我会转发那些批判台资企业的文章，评论里义愤填膺地写：外资就是吸血鬼，早该滚出中国。甚至有一次，我和网友激烈争论，坚信只要台资企业撤走，中国本土企业一定能崛起。到时候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，肯定能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。那时的我，觉得自己是在为正义发声，满腔热血，觉得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2023年。那一年，大陆对台资企业的政策收紧，再加上两岸关系日益恶化，我所在的公司开始传出裁员的消息。起初我还不以为意，心想不过是小范围调整。可没过多久，公司高层宣布，由于经营成本上升和政策限制，总部决定撤出中国大陆市场。那一刻，我懵了。工作5年，我攒了点积蓄，但远不够应对突如其来的失业。2023年底，我正式丢了工作，手里只有几个月的存款，生活瞬间变得捉襟见肘。失业的那段时间，我一边投简历，一边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台资企业走了，不是还有本土企业吗？媒体不是总说外资撤离是中国经济独立的好机会吗？我甚至天真的幻想，下一份工作会让我摆脱被压榨的命运，迎来真正的尊重和回报。于是，我满怀希望地应聘了一家本土快消品公司，继续做销售。面试时，老板拍着胸脯说：“我们是民族企业，待遇不会差，努力就有回报。”我信了，满心期待地签了合同。然而，进入新公司后，我才发现现实远比我想象的残酷。新工作的第1天，我就被安排了14小时的班，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，连轴转的跑客户、搬货、填报表，连吃饭的时间都被压缩到15分钟。
下了班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，倒头就睡，连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。更让我崩溃的是，工资只有4000元，比台资公司少了一半。问起社保，老板轻飘飘地说：“干满1年再说吧，现在公司成本高，交不起。”我算了算，除去房租和基本开销，每个月几乎存不下1分钱。刚开始，我咬牙坚持，心想可能是过渡期，熬一熬就好了。可几个月过去，情况没有丝毫改善，每天14小时的工作成了常态，周末加班更是家常便饭。有一次，我因为连续跑了3天客户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结果领导还责怪我不够积极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这不是过渡，而是新生活的全部。相比之下，台资公司那8000元的工资，不用加班的日子，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生活的压力也随之而来，房租占了收入的1/3，每个月发工资那天，我都得精打细算，把钱1分1毫的数清楚交给房东，生怕晚1天就被赶出去。以前在台资公司，我偶尔还能下馆子吃顿好的，现在只能在路边摊跟民工一起买最便宜的盒饭，连肉都舍不得加1份。最让我难受的是，我没办法再给爸妈寄钱，甚至有一次妈妈生病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借钱寄回去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。这样的日子过了1年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开始反思。为什么我曾经深信的外资撤离、本土崛起变成了如今的窘境？为什么媒体口中的经济独立带给我的不是尊严，而是更深的困苦？我开始回想过去，试图找寻答案。首先是关于台资企业的所谓罪恶。媒体总说他们剥削工人、榨取利润，可回头看，我在台湾美妆公司那5年，工资稳定，工作规律，至少让我过上了温饱生活。那家公司还带动了当地供应链，给不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可现在他撤走了，当地经济却没见起色，反而一片萧条。街上原本热闹的美妆店关了不少，朋友圈里也有老同事说找不到像样的新工作，只能勉强糊口。我不禁问自己，当初那些对台资企业的批判，真的是为我们工人好吗？还是另有目的？其次是对本土企业的盲目乐观。媒体总宣传外资撤离是中国自强的开始，本土企业会填补空缺，让工人过上好日子。可现实呢？我所在的这家快消品公司，劳动强度高得离谱，工资却低得可怜，连基本的社保都不保障。我听说不少本土企业都这样，为了压低成本，不惜牺牲员工的权益。外资撤走后，留下的不是繁荣，而是更混乱的就业市场和更低的薪资标准。那些技术管理经验也随着外资的离开而流失，我们却还在自欺欺人地说这是好事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我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相信这些宣传？我想，这跟信息环境有关。在过去，我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新闻和社交媒体，那些声音高度一致，反复告诉我外资是敌人，本土是希望。我没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，更没学会去质疑。学校里教我们服从权威，却没教我们如何分辨真假。久而久之，那些宣传就成了我的真理。我甚至不去想他们背后的逻辑是否站得住脚。如今到了2025年3月，我已经在这家本土公司干了1年多，生活没有好转，反而更艰难。我开始重新关注台资撤离的影响。以前的同事，有的去了外地打工，有的还在失业。当地经济原本靠这些企业支撑，现在却一片凋敝，街上冷清得像没人住。我听说消费萎缩，连小摊贩的生意都差了。回想7年前，我为自己盲信宣传感到深深的悔恨。那时候我在网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外资，如今却发现那些企业至少给了我一份体面的生活，而我参与过的排外舆论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罢了。那些承诺的美好未来，现在看来不过是空话，现实只剩生存的挣扎。有时候我会在深夜刷手机，看网友分享的经历。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对媒体宣传感到愤怒和失望。他们也曾相信国家强大，本土企业会带来繁荣。可现在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在拮据中挣扎，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。
我不再轻易相信任何口号，也不再在网上发那些爱国的言论。因为我明白了，那些话只是掩盖真相的遮羞布，而真正该关注的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没有变好。我常常后悔，后悔当初的盲从，后悔没早点看清现实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告诉还在迷茫的中国人们，别轻信那些空洞的宣传。我们的生活不是靠喊口号就能改善的，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机会和保障。7年的职场路，我从希望走到幻灭，又从幻灭中醒来。这一路太苦也太长。